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萧炎回到星陨阁后，并没有急着立刻炼化菩提心，而是等待着自己调整到最巅峰的状态。这期间，药老曾经外出了半个月。半个月后，一脸疲惫的药老递给了萧炎一个玉盒。萧炎小心翼翼地将玉盒打开，一只通体翠绿、弥漫着浓郁丹香的小松鼠正躲在其中。萧炎有些错愕，这是菩提丹？药老有些惋惜，这个菩提丹只招来了8色丹雷，不然药力还会更强一些。望着药老满脸笑容的苍老脸庞，萧炎心头有些堵。以药老的能力，炼制菩提丹足以引来9色丹雷，只不过是因为他将古灵冷火给了自己，才只有8色。看萧炎一脸感动，药老让他放心的闭关，星陨阁和炎盟的事交给他做好，彩铃、小医仙以及青林他们的实力提升也交给他来。他们3个都不是寻常人，只要有合适的契机，实力提升相当快。而萧炎只需要尽快达到半圣，才好在3年后有能力降服金莲妖火。萧炎轻轻点头，从纳戒中取出封印着寒风的玉瓶，交给药老。药老看向玉瓶的眼神复杂而悲伤，曾经他是真的将寒风视为亲生儿子。寒风的背叛对药老来说，比失去肉身还要痛苦数十倍。萧炎看着药老突然间有些萧索和越发苍老的脸，鼻头一酸，他双膝跪地，朝着药老重重地磕了2个头。药老于萧炎有教诲培育之恩，如师如父，他曾经受过的屈辱和痛苦，萧炎日后必将如数讨还。药老一怔，反应过来后连忙去扶萧炎，但还不等他将萧炎扶起，彩铃就抱着萧萧在萧炎身边默默跪下。萧炎视药老如父，他自然也是如此。药老双眼泛起些许湿润，脸上的萧瑟淡化了许多。老天让他瞎了1次眼，但却并没有瞎第2次。为了萧炎这个弟子，他这条老命都可以不要。药老将萧炎扶起后，萧炎转身走向后方的密室。看着萧炎的背影，药老等人都预感这次他闭关的时间恐怕不会太短，但他们都没想到2年过去了，萧炎依旧还在闭关。按照药老的预料，有菩提心和菩提丹相助，萧炎突破到半圣并不算太过困难的事，顶天了只需要不到1年的时间。好在药老能感应到萧炎仿佛进入了一种蜕变的状态一般。在萧炎闭关的这2年中，中州也是颇为动荡。星陨阁在药老和封尊者的掌控下越发的壮大，尤其是在药老能够炼制菩提丹的消息传出去后，一些极为低调的斗尊巅峰强者都忍不住暗中成为了星陨阁的氪金长老。对于这些慕名而来的氪金长老，药老自然不可能一见面就给菩提丹。那些强者也知道世界上没这么好的事，所以平日里就想尽办法为星陨阁做一些贡献，以期望取得药老的信任，得到1枚菩提丹。在这种良性的循环下，星陨阁的实力突飞猛涨。伴随着星陨阁的势力范围越加广泛，逐渐和天明宗的势力范围相交，一个老牌势力，一个新兴势力，两者经过一段时间的交锋，互有胜负，谁也奈何不了谁。但很快，天明宗就宣布和冰河谷、风雷阁以及其他一些宗派结盟，对外号称冥河盟。冥河盟多方强者汇聚，打得星陨阁措手不及，势力范围也收缩了不少。药老等人并不慌张，星陨阁发展太快，有些虚浮不稳。经过这番大战，正好让他们的势力越加精简强悍。最终，那些城市的防御力量越来越强，空间虫洞也将这些重要的城池连接在了一起，任何一方有难都能够迅速支援。这也让星陨阁的势力范围越发的固若金汤。冥河盟的进攻也再难取得显著的效果，反倒损失不少。就这样僵持了几个月后，冥河盟放弃了继续攻战，逐渐撤回。他们立威的效果已经达到，而且他们也并不想和星陨阁彻底血战，毕竟真要拼起来，鹿死谁手还是未知数。随着这次大战落下帷幕，星陨阁的名声再度大噪，以一己之力抗衡天明宗、冰河谷等势力组建的联盟，可见星陨阁的实力有多强。而在中州平静了一段时间后，一则消息又掀起了惊涛骇浪。
天幕开启时，灵族空间突然关闭的消息只在一些大势力之间传播，但不久前有强者发现灵族空间再度开启，可曾经上百万人口的灵界，如今却是空空荡荡，所有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件事传进其他几族耳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虽说灵族这些年有些没落，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也算是中州的超级势力。如果是被屠族的话，就算是古族也很难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在外界胡乱猜测灵族消失一事时，本就似敌似友的远古种族出现了巨大的分歧。他们猜测灵族的消失就是远古种族中人所为，为的就是得到灵族手中的驼舍古地狱。但他们之中勉强能屠灵族的只有古族和魂族。古族是如今远古八族中明面上的最强者，魂族则是传承最久远的种族，又素来神秘诡异。以前远古八族爆发的大战中，魂族并非是表现得最强势的，但不管怎样，他们从来就没有落过下风，无胜无败，从某个方面来说是相当可怕的。剩余的四族在这件事后对魂族和古族都十分警惕，谁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是下一个目标。对于凭空而来的嫌疑，古族郁闷的同时只能保持沉默。这种时候，他们的任何举动都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猜测。药老看着布满青苔的石门，轻声叹息。萧炎这次闭关时间太久，已经让星陨阁不少长老心生悲观。不过药老对他依旧充满信心，只是觉得萧炎有点折腾人而已。彩铃突然出现在药老身后，如今的他在药老各种丹药和天材地宝的灌注下，已经从当初的5星斗尊提升到了斗尊巅峰的地步。他从纳戒中取出冥河盟送来的宣战书，半月之后，冥河盟强者将共聚星陨阁，一决高低，到时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冥河盟一直想要扳倒星陨阁，但药老这个半圣在此，想要扳倒星陨阁，最少需要一次性拿出2位高级半圣，而冥河盟中只有天冥宗的一位太上长老达到了半圣。这次他们敢主动发战帖，而且还将主场设在星陨阁总部，其中肯定有猫腻。药老下令将分散在外的长老全部召回，谨防冥河盟突袭。他倒要看看天冥老妖这次想搞什么鬼。彩铃轻轻点头，眼带担忧地看向不远处紧闭的石门。药老让他不用担心，萧炎不会出事的。按照他的猜测，恐怕要不了多久，萧炎就能顺利出关了。彩铃露出一抹苦笑，这句话这2年他可听了不少次。就在他们2人离开后没多久，一丝细小的裂缝悄然浮现在布满青苔的石门上。半个月后，星陨阁主阁外的广场中心，药老负手而立，彩铃、小医仙、青灵以及一些客卿长老全都严阵以待。今日正是冥河盟战帖上所说的10日，星界已经进入了最高戒备状态，一些实力较弱的弟子也转移了出去，大部分的长老也都召唤了回来，现在就等冥河盟的人前来。一道雷鸣声响起，星界入口的空间撕裂开一道大口子，一大群人出现在广场上空，为首的是天冥宗的高级半圣天冥老妖。这次冥河盟几乎是倾巢而出，前来的上百名强者有将近一半是斗尊。不过这般阵容虽说强悍，但想要灭掉星陨阁还是不够。天冥老妖说，看在以往相识的份上，只要星陨阁退出冥河盟所在势力范围千里之外，并且承诺日后不再和冥河盟有争执，今日冥河盟便可退去。彩铃声音冰冷，他们简直是痴人说梦。见药老不同意，天冥老妖缓缓收住脸上的笑容。药老手掌猛地一挥，一股股斗气光柱喷出，在天际交汇，将天空上的天冥老妖等人尽数笼罩其中。天冥老妖冷笑一声，看来药尘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以冥河盟的实力，的确难以让星陨阁覆灭，但若是没有绝对的把握，他又岂会如此兴师动众？天冥老妖大喝一声：“2位，请现身吧！”他身侧的空间缓缓蠕动，2股阴冷的滔天气息从空间裂缝中涌出。药老的面色阴沉，魂殿果然插手了。古幽从中踏出，他的身后是刚刚突破初级半圣的3天尊。古幽怪笑着，他老早便说过，迟早会将星陨阁踏成废墟。3名半圣，这种阵容让在场不少人清吸了一口凉气。天冥老妖诡异地笑着，问药老还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自己说的条件。
对药老他们来说，认输是没有用的，以魂殿和冥河盟的手段，不可能会放任他们继续存在。现在除了死拼到底，没有任何退路。药老说，古幽以及天冥老妖由他来对付，另一位初级半圣则由彩铃、小医仙和千灵3人拦一下。以彩铃3人的实力，拖延一下那名初级半圣还是可以的。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